梁月手中长刀瞬间光芒万丈，还在继续摧毁着冰雪防线的魏定海眼神一凝，随后斜后方闪过一道寒光，咔嚓，魏定海脖子上的冰霜铠甲碎裂开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魏定海急忙在地上翻滚，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。同时，他也看清楚了来人的模样，这是一个手持长刀、满眼杀意的女人。魏定海变得警惕起来，接着他迅速地融入到地下的冰雪当中。梁月见此，皱起眉头，大声喊道：“徐胖子！”此时，徐胖子赶到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掀起了一大片地面的冰雪。魏定海见势不妙，只能从冰雪中跑了出来，而梁月早已经在等着他出现。当魏定海一露面，梁月毫不留情的一刀朝他砍去，咔嚓，刀长1.3米，但刀光却延伸到3米之远，直接击碎了他胸前浅蓝色的冰甲。魏定海只感到胸口一阵剧痛，接着一道道血线出现在胸口。魏定海强忍着剧痛，随即迅速用异能再次凝聚冰甲覆盖住胸口。他没想到张毅这边居然有这么强悍的近战高手，不过撕开了防线口子，他的目标已经达到，随后便非常麻溜地从缺口处逃离了出去。梁月想要追击，但他的前方却出现了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基地战士，他们全副武装，手持着武器向他袭来。只是片刻间，子弹就像骤雨一样倾泻而下。梁月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毅然拔刀向人群冲去。徐胖子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，梁老师你别冲动啊！梁月没有理会徐胖子，而是选择继续朝人群冲去。果然，当防线被攻破后，庇护所的火力网也出现了漏洞，联合军的压力顿时减轻了不少。萧红炼见此，立马跳上一辆装甲车的车头，接着他拿起酒壶猛灌一口高纯度酒精，然后张开嘴巴朝着冰雪防线喷出一道长长的火柱。那原本坚固的冰雪防线在这火云当中瞬间融化。见到这一幕，联军士气高涨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冲啊！狂犬刘宪兴奋地嗷嗷叫着，然后迅速冲向防线的缺口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徐胖子立刻召唤起毛巨大化后的花花也站在缺口前，望着朝他们进攻的联军。随后，花花突然张开嘴，一个震耳欲聋的吼声响起。只见联军的数百名士兵被吼得耳膜生疼，甚至还有人耳朵里流出鲜血。咚咚咚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。此时，尤大叔已经变成了2米高的巨人，他赤裸着上身，双手扛着2把加特林机炮挡在缺口前。尤大叔怒吼一声后，然后紧紧按住了扳机。那些被风雪遮挡视线的联军还在着急寻找方向，突然看到一道道火舌穿透血雾，同时击在了一个又一个战士的身体上。突突突！联军如麦子一般倒下。虽然他们身上的作战服防弹效果很好，但在几百米的距离下根本抵挡不住加特林机炮的狂轰滥炸。另一片战场上，朝人群冲去的梁月此时已经变得疯狂。只见他在战场上自如穿梭，每一刀劈下就有1名士兵阵亡。梁月的目标非常明确，他要杀死站在高处浑身燃烧着火焰纹路的阳盛基地首领萧红炼。仇人见面分外掩护，梁月挥刀向前冲去。然而，一道锋利的寒光从侧面袭来，直奔他的脖颈。梁月见此，立马侧身用龙鸣挡下了这致命一击。狂犬刘宪停在梁月不远处，用凶残的目光紧盯着他。在远处的萧红炼也低头瞥了一眼梁月，然后就无视了他。突然，梁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妖异的血红色，他的周身也笼罩着一股诡异的气息。狂犬刘宪感受到了面前这个人的非凡之处，随即他伸出冒着红光的舌头，接着他弯下腰，身体开始慢慢变大，锋利的爪子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长，如同一把利剑。突然，刘宪的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狂热，他怒吼一声，身体瞬间变得虚幻起来。他在半空中掠过，留下了一道残影。梁月的眼中无法捕捉到刘宪的身影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选择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不然刘宪的铁爪从侧后方刺向他的脖颈。当那铁爪即将刺破他皮肤的瞬间，梁月的刀也如同闪电般抽出，一刀斩断刘宪的双臂，再一刀横切过他的脖子。刘宪的身体仍然保持着前冲的姿势，然而在地上跑了一段距离后，他的头颅和双臂才缓缓落在地上。此时战场局势已经变得白热化，花花、徐胖子和尤大叔拼命防守缺口。只是当一人加入战斗之后，他们的情况并不乐观。朝雨基地和阳盛基地的高手不在少数，突破防线后，一人也展现出了他们应有的实力。张毅见此皱起眉头，他知道再坚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，他不想让尤大叔等人阵亡，毕竟他的朋友并不多。大家撤退回庇护所。听到张毅的指示后，众人立刻选择边打边撤。张毅也用狙击枪和次元之门的为他们做掩护。当大家成功撤退到庇护所时，张毅的目光却望向了远处那些还在观望的败血教，还在看戏。好，那就让你们看个够。星星把剩下的火力全部对准败血教，一起开火。是。杨星星接到指令后，接着迅速敲动键盘，激活了败血教方向。郑义先原本打算等待时机然后出手，然而突如其来的进攻让防御薄弱的败血教众死伤惨重。郑义先生气地退到队伍后面，虽然对张毅的进攻感到恼火，不过他明白张毅是因为他们迟迟不进攻而生气。此时，张毅的人都已推到庇护所里，朝雨和阳城2大基地的士兵冲了过去，聚集在庇护所前。郑义先深吸一口气，差不多该开始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张毅输掉比赛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，几个大基地组织才是他们最痛恨的敌人。
于是他下令，接着一群败血教众出发向庇护所的方向前进。此时昭宇和阳城两大基地都在进攻不同的方向。然而现在两大基地已经损失惨重，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，败血教怎么会放弃呢？当然不会。战场后方的萧红炼和魏定海看着近在咫尺的庇护所，他们感觉胜利已经确定了，于是不由得都松了口气。起初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庇护所居然如此难攻克，现在他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士兵伤亡，才成功控制住了庇护所。不过还好，普通士兵牺牲之后还可以找到替补，只要能够获取张毅手中的丰厚物资，这场战斗就不会白费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之后还可以分得西山区和陆江区的资源。就在这时候，一群败血教教徒混进了人群之中，周围的人都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。尽管以前各大势力和败血教关系紧张，但这一次败血教是他们这一边。当数百名败血教徒分散到各个角落融入人群后，他们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，甚至有人走过去搂着两个基地的士兵与他们开心的聊天，然后拉响声音的战斗。突然又一次发出剧烈的爆炸声，此时所有士兵都集结在庇护所周围，密度极高。败血教徒引爆身上的土制炸药，瞬间夺走了一大批人的性命。紧接着是更多的爆炸声音炸裂开来，瞬间笼罩了庇护所周围的所有区域。萧红炼和魏定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手下士兵紧张地报道，是败血教的那群疯子，他们身上都带着炸药，过来与我们同归于尽。萧红炼和魏定海大惊失色，那帮可恶的家伙竟然趁机偷袭我们。当他们意识到不对劲时，已经太迟了。郑义先指挥着败血教的那些勇敢教徒冲向两大基地。混蛋，竟然敢算计我们！魏定海和萧红炼远远看到郑义先，他们的眼神仿佛要炽热。郑义先站在空中，嘴角带着疯狂的冷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萧红炼、魏定海，你们这两个可恶的家伙，终于要付出代价了。败血教忍耐了太久，每一次冲突他们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才能与几大基地妥协，然后保证自己的生存空间。郑义先现在终于等到了展现力量的机会。他自然是狂笑不止，释放内心的积压。从今以后，天海市将不再是你们横行霸道的人。郑义先率领手下进行了疯狂的攻击，因为败血教的行动，让庇护所的士兵们陷入了前后夹击的困境。张毅见后嘴角上扬，我们可以关门打狗。败血教从前方袭击，他们从后方补接，两大基地的人无路可逃。梁月和其他人早已经冲了出去，从背后开始屠杀着两个基地的士兵和艺人。战场上的情势瞬息万变，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样的发展，就连一向嚣张的刑天也目瞪口呆。败血教怎么突然叛变了？他忽然感觉到后背一阵凉意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败血教和张毅之间早就有了默契。如果今天自己也是进攻张毅的那一边，那么此时也会面临着跟杨胜和昭宇基地同样的境地。尽管不一定会失败，但必然会有惨重的伤亡。战场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败血教的突然袭击使本就伤亡惨重的两大基地联军难以承受，而张毅团队这边却没有任何人员伤亡。张毅打开门，释放出一群野兽，接着展开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杀戮。刘大叔手持两把加特林，身上缠满了弹袋，愤怒地怒吼着开始扫射。梁月则手握大刀，如同猛虎入羊群般轻松斩断敌人的手。而张毅的枪法更加凶狠，以每2秒一个人头的速度进行无情的收割。甚至在这场混乱的战斗中，他开始对两个基地的一人发起攻击，因为他的狙击是精确无比的。此时正处于混乱战场，没有人会全神贯注地防备他的袭击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机会。一名艺人正在思考着是突围还是转头对付身后的梁月等人时，突然间他感觉到脖子周围的空气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拉着，紧接着他的脖子就被狠狠拧断。此时萧红炼和魏定海才开始感到惊慌失措，他们急切地尝试与刑天取得联系，希望他能率领手下军团前来解救。然而这一次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联系上刑天。该死，他肯定也背叛了我们。魏定海感到一阵寒意，他以为后山的进攻声势浩大，刑天带领人马已经发起了进攻。然而当他们包围了庇护所时，却没有看到一个青图基地的成员。即使再蠢的魏定海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快撤！他们三方背地里勾结在一起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魏定海毫不犹豫地命令手下的残兵败将撤退。萧红炼既惊又怒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败血教和青图基地会背叛他，但现在愤怒已经无济于事，继续打下去或许他们有一点点胜算，但是全军覆没的可能性更大。全军撤退，最后两大基地的人只有不到100名的战士逃出了主力，他们抛弃了大量战车和武器，匆忙向东逃去。无论是张毅还是败血教的人都没有追赶，败血教的人没有能力追击启程，而张毅也不想激怒发狂的野兽，造成自己人员伤亡。郑义先望着他们远去的方向，高举拳头，胜利！他身后的教众们立即欢呼雀跃，兴奋地拥抱在一起。这是败血教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基地组织，尽管他们损失了500多名普通教众，但对败血教而言，这依然是一场漂亮的游戏。毕竟阵亡的大多数是可以补充的普通教众，而两大基地阵亡的则是精锐战士，训练时间不可忽视。此战之后，这两大基地元气大伤，未来很难有余力入侵西山和陆江区，更别提对败血教的势力范围进行骚扰。昭宇基地和杨胜基地溃不成军，逃离战场。这一战
是张毅和败雪教最终的胜利。张毅默默收起狙击枪，看着2大基地的残兵跑动，然后转向那些欢欣鼓舞的败雪教教众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有再次与这群人交锋。这3方势力中，损失最惨重的是朝雨基地和阳盛基地，而张毅的人几乎没有受伤。当然，这与张毅提前做了充分准备有关。然而代价就是除了庇护所外，周围的建筑几乎被摧毁殆尽。这包括了由大叔和徐胖子居住的别墅，他们耗费了数日打造的冰雪防线也付出了70%的摧毁。这一战异常凶险，让张毅深刻领悟到了大规模战争的可怕之处。败雪教表现出来的勇猛战斗方式让张毅感到非常忌惮，他甚至觉得这个宗教组织比基地势力还要可怕。不过经过思考，张毅放弃了对他们出手的打算。败雪教都是一群不怕死的狂信徒，为了杀死他们而损失自己的团队成员是不值得。何况败雪教人数众多，除非杀死他们的核心成员，否则普通教众再多杀掉几个也无济于事。张毅下楼收枪，他望向后山，刑天果然没有违反约定，只是旁观而已。这让张毅对刑天刮目相看，这家伙确实很信守承诺。当然，这也与张毅团队展现出来的实力有关。信用建立在实力之上。张毅拿出手机给刑天发消息：“你们可以过来取走剩下的尸体。”刑天回复道：“稍等片刻，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。”张毅挑了挑眉，其他事情他隐约猜到了一些，但那件事与他无关，所以张毅淡淡笑了笑，没有多加理会。他走出了庇护所。此时梁月跟尤大叔还有花花全身都是血，徐胖子气喘吁吁，好在大家备有杨幂做的异能石，迅速恢复体内的异能量，否则他们无法坚持到现在这种高强度的持续战斗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赢了。张毅走过去拍了拍每个人的肩膀，当他拍到梁月的肩膀时，感觉他的肩膀坚硬如钢铁。没事了，已经打完了，而你也为自己的学生们报了仇。张毅安慰道。梁月的杀气凝视突然融化，整个人虚弱的靠在张毅身上。张毅才发现他的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伤口。张毅眼神一凝，赶紧抱起梁月带他回到庇护所。刚才那个疯女人孤身冲入敌阵，吸引了大量人，他能活下来只能说是幸运。张毅将梁月送到医务室，周可儿没有时间庆祝胜利，因为看到了梁月的伤口而吓了一大跳。他准备好医疗器械和药物，便开始为梁月止血并缝合伤口。把梁月交给周可儿后，张毅接下来就是收拾败雪教和青湖基地之后的战后收尾工作。败雪教损失了大半人，甚至连1人都有阵亡，但对他们来说这场战斗完全值得。虽然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，但换来的是败雪教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空间，他们很乐意做这种交换。张毅依然对他们保持警惕，他走过去，远远地对郑义先说：“战斗已经结束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西山基地归我张毅所有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。”此战之后，郑义先也见识到了张毅团队的强大实力，他向张毅鞠躬致谢：“感谢您帮助我们赢得这场战争。根据约定，除传教士外，任何败雪教徒都不得接近这片土地。”郑义先明白，联军的主力主要是被张毅等人打得伤亡惨重，要是仅凭他们一方，根本无法与2大基地抗衡。他更明白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张毅早就与青湖基地达成合作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他们不站在张毅这一边，他们也无法获得太多利益。希望今后我们败雪教和您能够和平共处。郑义先笑着对张毅说道。张毅眯起眼睛，当然可以，毕竟我是个和平主义者。张毅和败雪教之间并没有恩怨，此时双方都有所忌惮，所以没有发生冲突。随后郑义先便带领着败雪教的教众开始离开，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，张毅一丝警惕的表情闪过。这一次收获最大的不是他们，而是败雪教。张毅的团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让其他基地组织不敢侵犯他们的领地。但是败雪教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，凭借他们强大的吸引力，很快就会壮大起来。而且败雪教教主袁空业还有赐福能力，艺人数量也会迅速增加。以前他们发展缓慢是因为受几大基地的制约，但现在没有了制约，他们会扩张到什么程度，张毅不敢想象。如果真的发展到无人可以阻挡的地步，他们又会不会成为张毅的新敌人？而这一切都是未知的。现在张毅终于也体会到了几大基地当初的忌惮和恐惧。也许我放出了一个怪物，但是现在我别无选择。张毅轻声自语。打扫完战场后，张毅转身笑着对几个老朋友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去，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。”喵呜！花花立马跳到张毅身上，张毅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，然后左手搂着尤大叔，右手搂着徐胖子，3个人勾肩搭背地笑着回到庇护所。回到庇护所后，张毅立马向众人宣布战争结束了。直到张毅亲口说出这句话，所有人的脸上才露出了释然的表情。陆可然推着杨欣欣，两人相视而笑，充满喜悦之色。杨幂因一直用异能制作食物，现在也感到十分疲惫。张毅没有让她做饭，而是从异空间中取出了大量食物，摆满了一张大桌子，新鲜美食和各种高档美酒都拿出来了。打完仗后，胜利的喜悦和重新获得生机让大家的胃口也大开，哪怕平日里不太能喝酒的人，现在也举起酒杯，大口喝个不停。张毅拿着2个牛肉汉堡和一杯热咖啡走进医务室。周可儿刚给梁月做完手术，梁月的脖子上伤势很重，看上去非常恐怖。周可儿解开她的衣服时吓了一大跳，她简直不敢相信
在这种状态下，梁月竟还坚持战斗了那么久。张毅对梁月的行为深感理解，他在战场上纯靠着复仇的决心支撑着自己的杀戮，所以打完仗后，他立刻就倒下了。张毅走过去，递给周可儿食物。梁月的伤势严重吗？周可儿端起咖啡喝了口，随后对张毅说：“伤口很深，但我已经给他缝合了。他是强化系的艺人，身体机能比普通人优秀，恢复速度很快，不会有大问题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略带嫉妒地瞥了一眼张毅，嘴角勾起一丝酸意。艺人真是好啊，方便各种事情。张毅笑了，他知道周可儿仍然在关注着他手中的屏幕，不过考虑到败血教的种种神秘，张毅还是不能完全放心。你的医术和异能相比，用处更大。他搂着他笑道：“我们可以少一个艺人，但不能没有一名医生。别低估自己，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”周可儿扬起嘴角，得到了张毅的肯定，他感到非常高兴。打完这一仗后，我们会迎来和平的日子吗？周可儿问道。张毅思索片刻，回答道：“至少会有一段时间的和平，但能够维持多久，谁都无法预测。阳盛基地和朝雨基地都遭受了重创，所以他们接下来必定要先恢复实力，不可能再与张毅正面对决。说实话，现在他们最需要担心的不是张毅，而是天海市的其他两大势力。青浦基地这次赚大了，不仅没有损失兵力，还从两方面获得了好处。败血教死伤惨重，但凭借他们宗教的感染力，只要没有其他势力压制，他们吸纳信徒的速度将飞快。因此，接下来就是这几个势力之间的博弈了。尽管张毅团队人数最少，但他们还是会忌惮，当然也不会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，毕竟人数较少，资源的需求也相对减少。周可儿将头靠在张毅的肩膀上，他考虑了一下，随后站起身来，跑到张毅背后帮他按摩。尽管他只做了一次小手术，但张毅却像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张毅毫不客气地懒洋洋地躺在床上，让他给自己做全身按摩。就在张毅快要陷入熟睡时，躺在病床上还在输液的梁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作为强化系的艺人，他恢复的速度确实让人惊讶。他看到周可儿正在帮张毅按摩时，不禁有些无语。你们俩至少要注意场合呀，我还受了重伤呢。见梁月醒来了，周可儿有些尴尬地拍了拍张毅的背，提醒他。张毅则熟练地翻了个身。梁月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脖子上被绷带紧紧缠住。张毅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梁月对张毅说道。这是梁月对张毅说的第一句话。周可儿见状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先聊，我去和他们一起喝一杯。”等周可儿离开了病房，张毅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梁月对他说：“在战斗时，我杀死了一个艺人，然后我吸收了他的力量。既然我们是同伴，我觉得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情报可能很重要。”之前梁月从西山基地的艺人那里听说过这件事情，不过他自己还是第一次尝试，那种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感觉很美妙。他不想对张毅隐瞒任何事情。张毅挑了挑眉毛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共事的能力并不是每个艺人都拥有的，这一点他已经证实过。刘大叔和徐胖子都没有这样的能力，而他和花花还有那个林峰却具备。到现在，他已经开始理解其中的含义了。或许这与艺人的潜力有关，无论是他还是花花或者那个林峰，他们的异能明显比尤大叔和徐胖子强大，所以梁月具备这种能力，这让张毅感到非常高兴。这说明梁月的成长空间非常巨大，恭喜你，这是个好消息。张毅微笑着对他说：“我们已经共同经历了生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成为最亲密的伙伴。你的强大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。”他拍了拍大腿，还有一件事情让他比较关心，你杀了阳盛基地那么多人，也是为你的学生们报仇吗？现在你的心结解开了吗？梁月的眼睛望向天花板，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没有回答张毅的问题，但张毅却笑了。没有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。也许梁月暂时无法忘记这件事情，但时间能抚平一切。无论是山盟海誓的爱情，还是固若金汤的友谊，时间久了，慢慢的就会淡化，然后被遗忘。此后，梁月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她不再犹豫不决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的冷漠。虽然少言寡语，却有着对人生的洞悉。张毅对此并不陌生，他重生之后也是如此。人在经历起伏后会迅速成长。随着战斗结束，庇护所周围的别墅都被摧毁殆尽。于是张毅邀请尤大叔和徐胖子进入自己的庇护所居住。大家经历多次生死战斗，建立了一定的信任，同舟共济，荣辱与共。加上无人能保证战争不再发生，住进庇护所更安全。周海美无疑是最开心的。她虽然40多岁，但依旧保持着青春的风采。她喜欢热闹，闲不下来。现在大家住在一起，她每天都能陪杨幂一起做饭，找几个姑娘打牌。客厅里总是传来麻将搓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声音有些吵闹，却让人感到舒适。庇护所充满了温馨愉悦的气氛。张毅和徐胖子还有尤大叔经常一起玩扑克或电子游戏。庇护所内能源充足，外面阴暗的天空无法影响你们。饿了，他们可以享受到新鲜美食；口渴时，恒温酒柜里有高档红酒。与其说他们在末日求生，倒不如说他们在这里度假。外面是苦难的世界，这里是宁静祥和的乐土。大家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变得有些懒散，以至于外面那被损毁的冰雪防线都没人去收拾。大战后那些留下的尸体也无人打理，反正没有什么好记的。天海市最强势力都被击败了，谁还敢愚蠢的进攻呢？然而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
张毅穿着蓝色丝绸睡衣，踩着拖鞋来到窗前欣赏雪景。突然，他感觉到眼前的景象有些异样，外面的雪花纷纷扬扬，但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张毅皱着眉头思考，突然意识到了不对，那些尸体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战斗留下了上千具尸体，现在却一个都没有。张毅感到毛骨悚然，1000多具尸体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？随后，张毅拿起望远镜仔细搜索，以免自己看错了。然而，经过仔细搜索，他确信尸体真的消失了。张毅的心一沉，末世中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怪事，生物可以变异，那尸体会不会也出现变异？张毅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静的情绪。他换上作战服，随后准备好武器下楼。杨幂和周海美正在准备早餐，他们正在说笑着，似乎没有发现外面的变化。从食材来看，张毅猜测他们准备做豆浆和小笼包，还有一些精致的小菜，典型的中式早餐。他走过去跟他们打了个招呼。杨幂有些惊讶地望着张毅：“今天你怎么这么早起床？”杨幂之所以问，是因为张毅没有特殊情况下通常都会睡到9至10点才会起床。当然了，不是他起床晚，主要是前一天晚上他总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要出门吗？周海美目不转睛地盯着张毅，她注意到他穿得很正式，心里对他要去做什么感到好奇。没什么，外面发生了些变化，我想去看看。张毅望向窗外，然后默默地走出了门。两个女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脸上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张毅的表情也让他们紧张起来。张毅走到外面，手里握着枪，小心翼翼地朝着曾经的战场走去。曾经这里尸横遍野，但现在已经不见踪影。大雪覆盖了一切，但无法隐藏所有的迹象。成千上万具尸体同时消失，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当张毅走近时，终于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就在周围被雪覆盖的地方，他隐约看到了许多深浅不一的脚印。这些脚印太多了，仿佛有一支庞大的队伍经过，而且脚印只有离开的痕迹，没有进入的。张毅感到背后一阵发凉，好像有什么阴冷的东西在盯着他，他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因为他意识到这些尸体不是被人偷走的，而是自己站起来从这里走掉的。张毅壮起胆子，沿着雪地上隐约可见的脚印继续前行。他发现这些脚印朝着东边延伸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也不知道这些尸体去了哪里。张毅心中仍有所顾虑，不敢一个人跟过去。他返回庇护所，摘下头盔，大口喘着气。杨幂和周海美急忙问张毅发现了什么。张毅没有直接告诉他们，而是让他们把所有人都叫过来。众人穿着轻便的服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到身着作战服的张毅，觉得有些奇怪。张毅说道：“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可能会让你们感到害怕的事，大家先深呼吸，冷静。”听张毅这样说，大家心里也开始紧张起来。按他的指示做了几次深呼吸，然后张毅缓缓开口，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：“昨晚庇护所外面的1000多具尸体消失了，我观察了地上的脚印，他们很可能是自己走掉的。”张毅的语气很平静，但说完之后，整个房间的气氛似乎降低了好几度，尤其是家中的女人们，一个个瞪大眼睛，下意识地依偎在一起。张毅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，太吓人了。周可儿的脸色变得苍白，抱着他的胳膊说道：“作为医生，他坚定地相信唯物主义，不相信什么怪力乱神的东西。”张毅摇了摇头：“我本来也不愿意相信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们可以亲自去看看。”大家早上起床时都没有注意外面的尸体，现在却急忙围到窗户边，结果一看，果真连一具尸体都看不见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周可儿惊讶地眨了眨眼睛，大脑一片混乱。徐胖子咽了口口水，对张毅说：“老大，难道你把尸体都收起来了，然后故意跟我们闹着玩吗？”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张毅，希望这只是他的一个恶作剧。张毅翻了个白眼：“我会那么无聊吗？”他的否定法让所有人感到更害怕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一两具尸体不见也就算了，可一夜之间上千具尸体全都消失了。由于战斗后外围的监控摄像头都被毁了，所以大家无法通过回放了解事情经过。可如果是某个势力所为，搬运如此多尸体也需要运输工具，不可能悄无声息。在大家慌乱时，张毅反而变得更加冷静。他从最初的困惑中清醒过来，既然现在是一个充满变异生物的时代，那么一切奇怪的事情都不再那么异常了，很有可能是异人或者变异生物所为。为了庇护所的安全着想，他需要查清真相。先吃完饭，然后大家都跟上我，一起去看个究竟。我发现了他们脚印的方向，只要追过去肯定能找到线索。众人既好奇又害怕，迫切的希望得到答案，所以大家都支持张毅的提议。现在西山区和鹭江区都是他们的地盘，任何可疑事件都必须弄清楚，以免日后带来麻烦。于是大家迅速吃完早餐，然后张毅带上几个主力队员朝着脚印的方向追去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不敢大意，他们不怕人类组织，但对未知事物却保持敬畏。末世以来越来越多的事情让人难以理解，这甚至让张毅想起了史书上的一种说法：灾祸横行之年会有妖魔鬼怪出现。一行人没有开车，而是小心翼翼地跟随着那密集的脚印前进。风雪很大，众人的心情也紧张不安。或许他们现在担心的是在前方看到以人类形式存在的尸体。众人一路走着，过了好一阵子，也没有看到任何一具尸体，而脚印还是一眼看不到边。此情此景，张毅等人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：那些尸体就是自己走到这里来的。我们开车过去吧。看样子他们走得很远了，虽然大家都穿着作战服，
但在冰天雪地中久待仍然不舒服。于是张毅开车沿着脚印的方向缓缓前行。几十分钟后，汽车终于到达脚印消失的地方。张毅等人随即下了车，然后快步走向前方。没一会，他们便在雪地上看到了一个巨大而深邃的洞穴。这雪坑深不见底，里面没有一丝光亮，但却散发着恐怖的吞噬气息。张毅忍不住咽了口水，然后悄悄后退了几步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那些尸体会跑到这里来？难道有能操控尸体的艺人？梁月忍不住说道。但是能够控制上千具尸体走如此之远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现场陷入了沉默。冰河时代来临后，天海市已经失去了1000多万人口。如果真有人能够控制如此多的尸体，那个人完全可以轻易消灭任何势力。徐胖子的嘴唇颤抖着说：“会不会是丧尸危机爆发了？”他曾经看过很多丧尸题材的电影，对围城的场景记忆犹新。张毅摇了摇头：“我倒希望是那样，但是这情况明显不是。”他看了一眼徐胖子，笑道：“你难道真的相信有丧尸能对我们构成威胁吗？他们都能轻易杀死活人，对于行动迟缓，只要打掉脑袋就会死的丧尸根本不构成威胁，而且这根本不科学。尸体应该早就冻僵了，怎么可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呢？看脚印乱七八糟的，肯定不是跳着前进的呀。”徐胖子点头附和：“对啊，这么冷的天气，要是还有一群能跳着前进的僵尸，那简直太酷辣了。”大家在洞穴旁边讨论着，谁都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未知的事物总是吓人的。现在张毅希望那些是丧尸或者僵尸之类的东西，而不是某些无法理解的东西。就在几个人议论着的时候，刘大叔环顾四周，突然说道：“这地方我怎么觉得有些眼熟，好像是一个站点。”“什么站点？”大家好奇地望向他。刘大叔打量着周围，然后透过高楼大厦的缝隙确定自己的推断：“我知道这是哪里了。这个小区我以前待过，叫次渠家园，而我们脚下的地方正是次渠地铁站。”众人纷纷低头看向地面，一下子张毅明白了：“我懂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尸体实际上是通过站点进入地铁隧道的，对吧？地铁本身就是在地下，现在又被大雪所掩埋，所以和张毅他们直线距离有20-30米，难怪看上去像个深不见底的洞穴。”梁月皱起眉头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地铁隧道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些尸体。”张毅抚摸着下巴，没有下结论。末世来临后，每个人都拼命活下去，任何地方只要有活人存在，张毅都不会感到奇怪。天海市的地铁系统非常发达，每个区域都有很多站点，甚至可以说在天海市地下有一座黑暗城市也不奇怪。末世来临后，肯定会有人躲在地铁里面，或者是有些人在暴雪来临时就躲进了地铁里，结果没能逃出来。如果有人活到现在也不奇怪。张毅可以确定一件事，一定有异人或者异生物在操纵这一切。但张毅不明白，对方搞这么多尸体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张毅，我们怎么处理这个地方？刘大叔看着张毅问道。如果真的有人能控制死尸，那他手里的尸体数量肯定不止1000多具，可能难以想象。要是这样的人成了我们的对手，情况可就麻烦了。徐胖子说：“要不要炸毁这个地方，防止他们从地下钻出来袭击我们？”刘大叔无语地说：“胖子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你知道天海市的地铁网络有多庞大吗？你能把整个地铁网络都炸毁吗？就算炸掉一个出口，附近几公里内还是会有新的出口，这样做只会惊动别人。”徐胖子担心地说：“可是，一想到几公里外有那么多活死人在地下，我就害怕。”这时候张毅发话：“暂时先不要理会他们，我们和他们也没发生冲突，就别主动接触，以后离这个地方远远的，谁都不要靠近。”张毅一边说一边示意众人后退。地铁深处或许潜伏着巨大的危险，但如果没有必要，张毅不愿带人前去探查。难道我们就放任这个未知的东西不管了？梁月皱眉问道。张毅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：“留着他呗，反正就算有什么问题发生，最受影响的也不会是我。”他嘴角上扬，正如尤大叔所说，天海市的地铁系统四通八达，贯穿全城。云雀庄园位于城区边缘，周围只有宋庄到次渠这一条地铁线。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再毁掉它也无妨。而其他势力的领地内的地铁线则更加复杂，如果真有什么诡异的存在爆发，他们将首当其冲。走吧，别管他了。张毅慢慢后退，然后转身上车。其他人虽然带着几分担忧的眼神，但也不敢冒险去探查。众人回到庇护所后，张毅向所有人解释了一番，并安抚了他们：“别担心，我们将继续在庇护所内平稳的生活，即使有什么丧尸之类的东西出现，我们也可以轻松处理，连人都不怕，还怕一些尸体吗？他们庇护所的战斗力超强。”虽然大家一时半会儿忘不掉这件事情，但也没有那么紧张了。然而张毅还是让大家重新建立外围防线，武器系统损失了大部分，但还剩下一些。建立起一道防线作为未来突发冲突的缓冲区非常必要。随后庇护所里的生活恢复到日常的安宁，然而其他几个势力则陷入紧张的局势中。拜雪教大肆在朝雨和阳圣基地的领地内传教，争取更多幸存者加入教派。只要加入我们拜雪教，你将得到充足的食物，安定的生活，没有危险，每个人都平等。只要加入我们拜雪教，你将不会受到轮回和地狱的折磨，死后将进入神国，享受无尽的幸福。只要加入我们拜雪教，你可以洗净一切罪孽，重新获得新生。在末世中，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满足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，而拜雪教的宣传正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。因此，
越来越多的幸存者被感召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败血教以一种无序扩张的速度迅速壮大。在这一天，月路小区迎来了一批穿着灰白道袍的苦修者。大法令赵建华手拄拐杖在风雪中出现。在月路小区只有18楼还有活人，他们依靠着尸体培养出的粮食勉强坚持至今。然而为了获得冰魄觉醒异能的代价，全员都必须加入败血教。大法令到达时，李健立即带领整栋楼的居民前来迎接。尊敬的大法令您好，李健激动地说道，眼中充满虔诚。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则好奇地望着败血教的苦修者。上次这群人来时只与李健有过接触，给予李健冰魄后，他们匆匆离开。那时候这里还是西山基地的领地，他们不敢停留太久，传教也要秘密进行。但现在3个基地势力已经被消灭或打击得无法抗衡，败血教也不必再为了传教而隐藏。大法令望着李健，温和地笑道：“李健，你已经很好地运用了血神赐予的能力了。”李健躬身道：“感谢血神赐福，感谢教主大人，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生存下来了。”大法令点头微笑，目光从李健身上移到李健儿子李凯乐身上，停顿片刻后才收回。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你们得到了教主的许可，可以和我们一起前往天凤区与教主以及其他教众一同生活。听到大法令的话，李健一行人一脸困惑。去天凤区吗？李健问道。虽然离这里不算太远，但大家已经习惯了在月路区的生活，既然能够继续活下去，就没有必要轻易改变现状。在末世中，未知总是让人感到恐惧。大法令开心地说：“别怕，那个地方是末世中的天堂，我们败血教的所有成员都在那里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建设家园。很快，他将成为一个不受末世影响的乌托邦。”大法令看着李健，眼中充满笑意。我还向教主提及过你，教主他非常欣赏你的能力，认为你是我们败血教不可或缺的人才。只要你去那里，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得到特殊的关照。李健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像他这样的人竟然能够被教主亲自提及。如今，整个18洞的人都非常向往败血教，认为那是一片圣地。毕竟他们能活到现在，都要归功于教主的赐福。正是因为他的力量，让李健觉醒了异能，所以李健当下激动地直接跪倒在大法令面前，赞美伟大的血神，赞美教主。我李健愿意为败血教献上自己微薄的力量。大法令非常满意李健的态度。起来吧，我的孩子，带上你的家人和生活用品，跟我去败血教的营地。一群人兴高采烈地打包收拾所有的衣物和粮食，然后这栋幸存的楼里还有50多号人。大家都满怀期待地跟随大法令去了败血教。从月路小区到天凤区的大教堂相当遥远，但好在他们心中都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的幻想，这就足够支撑他们在风雪中前行了。此刻，败血教正是繁荣无比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。祭司和牧师们维持着秩序，他们给新成员发放食物和衣物，向他们传授败血教的教义。李健一行到达后，看到许多人手里都拿着一种红色的水果在咀嚼，那是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水果，比成年人的拳头还大，晶莹剔透，但却散发着诡异的血红色。不过李健并没有太多想法，此时他和他的家人都沉浸在加入这个乌托邦的喜悦之中。众人到达后，立刻有修女走过来接待。大法令对李健说：“李健，跟我来吧，教主要亲自见你。”李健虽然紧张，但也没有忘记身边的妻子和儿子。那我妻子和儿子？大法令笑道：“别担心，他们会有人照顾的。”李健这才放下心来，就连他的妻子张建芳也鼓励道：“能够被教主亲自召见，这是多么的荣耀啊！你去吧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”李健点了点头，在周围羡慕的目光中，他跟随大法令走向那座巨大的教堂。至于其他人，则被修女友好地领到别处。李健推开教堂的大门，满怀敬畏地注视着里面。尽管外面是阴云密布的阴天，但教堂内部却被一道神圣的光芒所照亮。昏暗的灯光中，唯有祭台周围闪耀着明亮的光辉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纯白修道服的女子站在那里，她缓缓转身，冷静的眼神落在李健身上。看到袁空叶的瞬间，李健也感到惊讶。在末世中，一个年纪只有20岁左右的少女，竟然是创造了第一教派的人。李健连忙低下头，恭敬地说：“见过教主大人，我是李健，曾因为您的恩赐而幸存至今。”袁空叶一步步走向李健：“我听说过你，根据大法令所说，你是希望之光，被神所赐予了丰收的力量。”袁空叶的声音充满了神奇的魔力。李健听到这些话后，不禁产生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，想要向他顶礼膜拜。李健，抬起头来吧。李健机械地抬起头，他看到了袁空叶的眼睛，然后感觉自己的视线中其他东西都消失了，整个世界只剩下了袁空叶那双眼。从今以后，你将成为败血教的神父。你的到来象征着丰收，是神明引领你来到这里，而你也有自己的使命要实现。李健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沸腾，他竟然是神明选中的人，他竟然有独特的使命。我将全心全意为败血教而奉献。李健大声宣布。袁空叶满意的点头，很好，跟着我来。说完，袁空叶转身向教堂后方走去。李健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困惑，但他眼中只有袁空叶的身影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追随他。两人离开教堂，径直向不远处的一座废弃大楼走去。李健稍微恢复了些许自我意识，却看到眼前一片血火。他站在大楼内，惊讶看着那无比深邃的景象，仿佛是一座幽深的山谷。一棵巨大的植物屹立其中，粗细达5、6米，黑色的树皮上透出比血还红的颜色。
树干轻轻膨胀、收缩，仿佛是人在呼吸。大楼到处都是它的枝蔓，叶子卷曲的像茧，似乎包裹着某种东西。李健目瞪口呆，从未见过如此巨大而诡异的植物。袁空叶站在植物前面对他说：“这是我们败血教的圣树，它能够扎根到几百米深处吸取养分，并结出果实。这些果实是我们最重要的食物。”袁空叶缓缓抬起手，一只藤蔓从树干上垂下，将一颗红色果实掉落在他手心。这植物简直有智慧般的存在。李健终于明白之前看到的红色果实来自何方。袁空叶走到他面前，将果实递给他，他微笑着：“这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，你想尝一尝吗？”李健点了点头，接过果实，立刻他嗅到一种神奇的香气，这是他从未闻过的味道，让他无法自控身体。李健紧握果实，大口吞食，从嘴角流出像血液一样的液体。吃完果实后，他感到身体充满力量，饥饿和寒冷感都消失了。袁空叶对李健说：“李神父，你的使命是培育这棵圣树以发挥你的能力，只有它茁壮成长，我们才能养活更多教徒。”李健坚定地点头：“我将遵循您的指示，教主大人。”他走到圣树前，掏出防身用的匕首，划破自己的手指。虽然只是浅浅的伤口，但血液如流水般涌出。圣树贪婪地吸收他的每一滴血液，树身那奇异的红色光芒更加明亮。袁空叶走过去，用恩赐的力量止住了伤口。从今以后，你每天用自己的血来喂养圣树，这是你光荣的使命。李健点头，眼中闪现出崇高的神采，仿佛这就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。转眼间，时间来到了3月，原本应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，但天气依然寒冷。由于蓝星正逐渐靠近近日点，温度略有回升。然而这微不足道的升温并不能忽视户外的寒意。张毅和徐胖子两人通关了无数个困难模式的3A游戏，家里的麻将桌也因过度使用而修理了好几次。幸运的是，有机械专家陆可然在，这个问题容易解决，一切看似和谐，仿佛日子会一直这样安静地过下去。然而，生活最有趣的地方在于，你永远不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个会先找上门来。西山基地的废墟，已经尘封多年的土地不可能再有任何活人存在，里面的物资也被张毅洗劫一空。五军之战结束后，再也没有其他势力敢靠近搜查，因此成了一片荒地。然而就在这一天，第4生命舱那扇厚重的墨绿色铁门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仿佛有某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在撼动它。几次沉闷而凶狠的冲撞后，粗重的门栓直接被撞断，黑暗空间中亮起了幽绿色的光芒，同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烂气味。随后从门里面缓缓涌出一群破旧不堪、目光呆滞的尸体，丧尸密密麻麻的出现，很快填满整个通道。他们仿佛受到某种召唤，慢慢朝西山基地的出口走去。原本被杂物堵得严严实实的入口，没过多久便被他们彻底清理干净。外头风雪肆虐，一群丧尸从西山基地涌出，数以千计，浩浩荡荡地朝东南方向前进。就在此时，张毅坐在庇护所的沙发上，一边品味着咖啡的香气，一边与杨欣欣闲谈。杨欣欣把电脑放在腿上，慢慢向张毅汇报其他4个势力的最新情况。没错，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，他已经成功黑进了这几家势力的网络，悄悄地深入其中观察他们的动向。与西山基地不同，这些势力的网络安全级别更低，甚至只有国内中小公司的水平。其中青浦基地和败血教的水平最低，他们连专门维护网络安全的人员都没有。面对这些门外汉，杨欣欣黑进他们的网络简直易如反掌。虽然朝雨基地和阳盛基地的核心网络区域还无法完全突破，但已经足够让张毅了解到他们目前的动向。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青浦基地仍然选择稳妥守城，他们没有对外侵略的意图，很享受现在的地盘。朝雨基地在五军之战失利后，领袖魏定海受伤严重，所以变得更加保守，一直在缩小防线，甚至导致其他武装势力在领地内抬头。阳盛基地的统治地位依然稳固强势，镇压了几次领地内的叛乱。至于败血教，可以说是那场大战的最大受益者，他们的成员正在飞速增加，有可能达到上万教众的规模。张毅斜倚在沙发上，慵懒地听着杨欣欣的汇报。这些情况并没有太多意外，只是关于败血教的最后一条让他非常好奇，他们疯狂地招收教众到底是靠什么供养他们生存？普通教众年龄层次各异，男女都有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有用的战士或劳动力，人多并不一定有用，反而可能成为负担。即使是其他几个基地组织，在物资相对充裕的情况下，也需要维持人口数量。张毅微微皱起眉头，不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所在。难道他们真的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吗？杨欣欣看着张毅，淡淡的说：“事实上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详细说说。”张毅拖着腮帮子，满怀好奇。杨欣欣平静地解释道：“如今是末世，比乱世更加困难。在这种时候，世界的秩序往往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张毅哥哥，你没有什么野心，只想过上安稳的生活。这并不代表其他强大势力也会这样想。”杨欣欣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张毅哥哥，你应该听说过太平天国吧？”张毅点了点头，当然知道，毕竟那个时期闹得沸沸扬扬。杨欣欣笑道：“那个时候的太平天国，以一个滑稽的拜上帝教为幌子，竟然能够割据半壁江山，建立了10几年的天国，无非就是那个时代的混乱与人民的苦难被他们巧妙地利用。我想败血教也许有着同样的计划。”
他们可以在没有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迅速成为天海市的第一大势力。当他们拥有足够多的信徒和广泛传播他们的教义时，甚至3大基地或者我们中的某些人都可能受到影响。杨欣欣总结道。换句话说，拜血教中的某个人想要成为神。张毅转动着眼珠，轻笑道：“这个想法听起来有些可笑。”杨欣欣却严肃地对他说：“相信我，哥哥，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人在绝境中会试图找到任何活下去的机会，即使天海市的居民普遍受过良好教育，在面临生死时也会顺从地向命运屈服。”张毅淡淡一笑，他插着手望向窗外，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我承认你说的这些道理，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。仅仅凭借人数多并不能控制一切，即使他们拥有上万名信徒，在面对拥有现代化武装的其他大势力时，仍然无法占据绝对优势。”杨欣欣歪着头反问：“如果他们利用袁空业的赐福能力，觉醒大量的异人呢？”张毅的眉头微微皱起，这个问题值得他认真思考一番。然而很快他仍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异人不过是更强大的人类，不必过度神化。而且我见过很多异人，真正令人忌惮的数量非常少。张毅语气轻松自如，但杨欣欣却满脸崇拜地望着他：“哥哥，你之所以这么说，只是因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强大。”张毅拥有共识能力，连续吞噬了许多强大的异人，包括西山基地的头号战力林峰。此时张毅的异能有多强，没有人敢下定论，但是张毅自己很清楚。上次五军之战时，没有被逼到绝境的他，甚至没有发挥出一半的实力。拜血教，张毅轻声念着这个名字，目光深邃地望向窗外。我们必须小心对待这个教派。正在说话间，张毅的目光突然凝固了，在风雪中，庇护所外地平线的尽头，许多身影模糊地出现。只见他们缓慢地朝这里走来。